娘子，家中都好。郎君昨日留宿县衙，家中一切安好。只是雨奴昨晚出去了，至今未归。娘子，雨奴回来了。娘子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昨夜大雨，雨奴担心郎君，便去县衙给郎君送去了酒菜和换洗的衣裳。郎君就是因为厌烦你，才躲去县衙的。你居然跑得过去，好厚的脸皮啊！你怎知郎君厌弃我？你既是去送东西的，为何此时才回来？昨夜风大雨急，电闪雷鸣，不便夜行，所以雨奴就留宿在了县衙。留宿？雨奴昨夜没休息好，又困又乏。夫人若没什么事，雨奴就先歇着去了。你个奴婢，竟敢在主母面前说这样的话，你还有没有规矩了？娘子，你为何不拉着他问个清楚？我到县衙去找阿成问去。站住！给我回来！郎君，娘子回来了吗？娘子中午便回了，现在在上房。好，我先去书房，稍后去找夫人。我有话要问你。雨奴见过郎君。何事？雨奴是来领罪的。昨夜雷电交加，雨奴害怕得起。你不用多说了，想必夫人也已经从你的口中知晓了。你说的可是真话？我若说半句假话，就罚我入拔舌地狱。我心里便是。你何苦发毒誓这样作践自己？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别动，身上有味儿。这个味道我在哪儿闻见过？雨奴？雨奴的味道？阿郎呀，幸好先把你拦下了，要不你见了夫人可就麻烦了。我这2日略感风寒，鼻塞不通，闻不出尚情有可原。你是怎么回事？真是白长了个猪鼻子。小谭，守月回来没有？郎君已经回来了。那人呢？郎君说他今日有些乏了，就先去沐浴更衣了，而后就去看娘子。浴汤这么快就备好了？没，我刚吩咐厨房了，先预备些热水，还要些功夫呢。郎君这会儿应该是在书房。哎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嘘。娘子，守月，你还未洗浴，怎先换了衣裳？你问他，都是他做的好事。禀娘子，是阿成大意了，刚才不小心把茶水泼到郎君的衣服上了。郎君昨日淋了雨，感了风寒，今日便不能再着凉了，于是便给郎君换了身新衣裳。阿成，你与我说实话，昨天夜里到底如何？郎君衣
阿尼小檀，今日之事，切不可对他人讲。今日之事也算小有斩获，我暂且消停几日，再给库迪氏重重一击。阿佳，羽奴的买奴器就放在我这儿吧。阿佳还不知道吧？我听说今日裴府鸡飞狗跳的，那个库迪氏毕竟见识尚浅，哪能经得住阿佳的算计？你给我再去一趟裴府，我可有个好消息。得让裴守约和库迪琉璃知道我的手段。阿佳英明，媳妇这就去办。今天找大娘过来，是有点事跟大娘商量。大娘如此聪明伶俐，我对你那个庶妹。真是越发期待了。大长公主说的可是珊瑚？不知此事与珊瑚有什么相关？阿崔这些年一直帮我操持着家务，没能替世子多生几个孩子。我呢，想替世子娶一房妾室，好替我河东公府开枝散叶。昨日我派人去库迪府，向你那庶妹珊瑚下聘。过几日，珊瑚便是世子的人了。再过些日子，便是1年1度的芙蓉宴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姊妹俩便能在我河东公府的芙蓉宴上相聚，岂不有趣？珊瑚虽比我聪慧，但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。日后还要请大长公主多多担待。大娘何必自谦？你比我那义女陆琪娘更加漂亮，也更加伶俐。守约是个痴情种，琪娘死后多年一直不肯续弦，想必是忘不了我那义女。如今有了你，总算是可以重新来过了。哎，珊瑚呢？怎么还不来拜见他子子子夫？二娘说她病了，不便会客。病了？阿爷，啊，听说珊瑚要嫁入河东公府，我和守约刚知道，所以来和阿爷商议，问问阿爷的意思。听河东公府这个意思啊，这世子不想大操大办，说是后日来一顶喜轿，将你妹妹接过府上，其他虚礼呢，能免就免了。今日守约和琉璃归宁，听刚才的意思，难道守约对此婚事有别的见解啊？这珊瑚病了啊，那你这个当阿娘的还不过去看看？是。守约呀，难道珊瑚嫁入河东公府有何不妥啊？岳父有所不知，
这婚配之事啊，还是应讲门当户对。这河东公府是何地方，恐怕还要再细细思量一下才好。万一珊瑚日后惹出祸事，大长公主是何势力？到时候祸及岳父大人，得不偿失啊！哎呦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岳父也是知道，这长安之中，才德兼备的郎君不少。珊瑚何必非要攀富贵，去那河东公府给世子做个不入流的应妾？河东公府的应妾在外人眼里风光不已，但在府内却会备受委屈。所以，岳父还是得思虑一番，这其中的得失才好。再者说，那河东宫世子有崔氏为正妻，这妻妾之间有点矛盾，那珊瑚不得天天回来哭诉吗？岳父可是亲历过妻妾之间争执的，那一次可是差点让库迪家灭门呢。岳父难道想再来一次不成？我方才听说阿家往库迪家下了聘书，想要给世子续一房应妾。只是库迪琉璃的那个庶妹媳妇，甚是有些不放心啊。库迪珊瑚与库迪琉璃虽是一父所生，可从小不睦。说起来，珊瑚的阿娘曹氏还是害死琉璃阿娘的帮凶，这姊妹俩与仇人无异，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阿翠，你该不会是想阻止世子纳妾？媳妇不敢。岂有此理！他们简直居心太险恶了。阿娘莫哭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好你个裴行俭！都怪你，好一副蛇蝎心肠，居然挑唆阿爷毁了我进河东公府的婚事。珊瑚不是得了病，怎么一盏茶的功夫就痊愈了？哼，我们家的事用你管？裴行俭，你要是想借这次机会替琉璃报仇，你可打错主意了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我阿爷答应，我和我阿娘也不会同意的。珊瑚，在这胡说什么呢？快回屋去！我没胡说。岳父，我方才是无心之言。现在是珊瑚自己非要去做妾，那也没有办法。哼，妾室又如何？就像我阿娘比起正室来差什么了？当年还不是把正室压得死死的？你，珊瑚，你别在这丢人，不要胡说八道，赶紧给我回去！这事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珊瑚啊，珊瑚，阿娘，你阿爷他只想着自己的富贵，哪管我们的死活。你好不容易有了一步登天的机会，那还不惹得一些人眼红嫉妒？他哪知道，虽然是妾室不能反客为主，也能让正室抬不起头，磨死那个正室。还在那儿胡说！此话裴某更是难解。难道你们觉得娶了一个妾室，就可以磨死正房？正室，姨妹马上就要嫁入河东公府为妾，方才那番震耳欲聋的高见，想必大长公主和世子夫人非常乐于听见，往后也好有个防备。琉璃，我们走。你冤枉我！你敢在河东公府胡说？这么大的事，裴某的确不敢向长辈有所隐瞒。哎呦，守月留步，守月留步！这珊瑚他不懂事，只顾逞口舌之快，咱不能当真啊！况且呢，这事要是传将出去，恐怕与琉璃的名声也不是太好嘛。
阿爷无需替女儿操心，我是守约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身为正室，听到了妹妹方才那番话，也觉得不堪入耳。再说这话即便传将出去，与我这正室也没什么相干，阿爷多余替我操心。大郎，求求你，过去都是我的错，害得琉璃阿娘冤死液体，害得琉璃与你骨肉分离，在宫中隐姓埋名数年。但如今琉璃苦尽甘来了，可我们家不一样，河东公府已下了聘，如若此时退聘，那还不彻底得罪了河东公府？我刚是说错了话，我求求你，让琉璃放过珊瑚吧。阿娘，阿娘，我知晓裴明府的意思。珊瑚嫁入河东公府后，珊瑚也不会做出对大娘无礼的事。如果珊瑚再敢冒犯大娘，就让我们母女两个再无好日子过。阿曹啊，你也算是说了句人话。守约，女儿啊，这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地步，就别跟他们计较了。此后珊瑚福祸自缢，小旭和琉璃也会既往不咎。珊瑚，你要记住今天的话，望你日后好自为之。哎呦，守约大量。告辞。哎，好，守约慢走，守约慢走啊。媳妇给阿家请安。阿家为何要请陆锦娘啊？还让她与库迪琉璃同坐慈禧。媳妇愚钝，这陆锦娘哪怕是收到了请柬，也定是不会来赴宴啊。你懂什么？就是因为她不会来，所以才要请她。临海大长公主的芙蓉宴是长安城内最大的盛宴之一，有资格受邀芙蓉宴的，都是长安城内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因此也是出了名的是非之地。今日大长公主
特意把你安排在女兵次席之首，还对女兵名册讳莫如深，这其中定有文章。今日男女兵分席而坐，我没法时时护着你，你一定要万分小心。略坐坐，便找个托词出来，或者让阿妮给我递个话，我会想办法带你提早离席的。怕什么？有你在，我安心的很。李夫人他们也来了吧？哎，你看那。琉璃姐姐来了。给我吧。好。帮我拿一下。帮我提上去。行。把这个牛肉。好。这不是放这儿吗？对，放这儿。这个拿过去。行，给我吧。多年不见，大娘愈发漂亮了。常听八娘提起你，之后啊，定要到都尉府上，我们多叙叙家常。我方才听说子子也会来，便想着你会穿些什么。子子真是心灵手巧，偏与我们头戴芙蓉不同。这裙摆还绘着水芙蓉，真是新颖有趣的紧。郎君，圣人刚刚下了旨，让您火速入宫。有没有说圣人何时召见我？说是新的军报来了，说苏定方苏将军不日将班师回朝。你放心，有岑娘的照拂，我出不了什么岔子。你尽管放心进宫去。回禀郎君、娘子，与娘子同席的有裴炎的夫人、世子夫人、珊瑚，还有一个叫陆锦娘的，不知道是哪家的夫人，安妮并不认得。陆锦娘，你认识这个陆锦娘？陆锦娘是齐娘的胞妹，锦娘和齐娘姊妹情深，她也很痛恨河东公府，只是苦于找不到机会替齐娘报仇。这大长公主明知道锦娘她绝不会来赴宴，却给她下了请帖，还给她安排在次席的位置。你还是赶紧进宫面圣要紧，不必挂心这边。你放心，我定会谨言慎行，处处小心的。安妮，我把娘子交给你了，你可要替娘子处处留个心眼。是。银海大长公主到。诸位夫人安好。子子安好，妹妹安好。
不必多礼，诸位请坐吧。阿崔，各位女兵可都到齐了？回禀阿家，除了陆锦娘，其余的都到齐了。这陆锦娘本来也是答应的好好的，可不知从哪儿听说，听说库迪大娘要来，这便遣人来告了假。锦娘是齐娘子的亲妹子，是守约的姨妹，与我素未谋面，无怨无仇。她没道理为了我请辞大长公主的芙蓉宴吧？库迪大娘不必多心，阿崔说的，我也有所耳闻。有些不懂事的下人说，锦娘的子子，也就是我的那个义女陆齐娘，生性善良。可你这新主母来了，却说陪守约的产业在齐娘手中亏空了许多。你说他日得到田产之后，要细细查账，不要走齐娘老路。渐渐的有闲话传了出来，想必陆锦娘也是听信了传言，这才误会了你。是啊，是啊，人人都说啊，这个齐娘子子是个出了名的贤惠人。我阿紫也是一个明白人，又怎会不知好歹，竟怀疑齐娘子子亏空了裴家的产业，是不是啊？这手心手背啊，都是肉。我是真希望这是误会。不过你放心，日后啊，我找个机会，让你跟着陆锦娘见面，解释清楚误会便是了。既如此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我这就去把陆家娘子请来吧。哎呀，库迪大娘可真是性子急呀！你现在去请，就算这陆锦娘肯来，只怕我们这芙蓉宴也散尽了。难道你想让大家都坐在这儿陪你等着？幸亏锦娘也是个。圣人宣，长安县令裴行俭觐见。万万没想到啊！当年河东公府和都尉府争着要娶的齐女子，竟被守约娶到手了。
今日守约不在，你们两个跟我讲句实话。眼见守约娶走了心上人，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啊？再来一个。哎，这个中了啊！这个很厉害，来，给我一个。哎呦，厉害！可以。今日，我本不打算前来赴宴，是子服在进宫面圣前差人到我那儿去报信，我才得知你与大长公主的事，故而匆匆赶来。幸亏还算来得及时。锦娘子嗣本可以置身事外，却为助我脱困，不怕得罪大长公主，琉璃感激在心。库迪大娘无需客气。其实，我早就听说过你。也许，只有像你这样的人，才能与临海大长公主一较高下，不再重蹈我阿紫的覆辙。启禀库迪大娘，大长公主适才看了众人送的字画，知道大娘画的最好，只是不知颜色是如何调出来的，请您过去分解分解。大长公主夸的果真是我的画吗？不错。我画的是水墨画，哪里需要调什么颜色？哦，奴婢不懂书画，可能是记错了。奴婢只知道大长公主要见大娘，听大娘分解画图的技巧。岑娘与我关系较好，你去将其婢女请来，就说请她协助我为大长公主作画。启禀大长公主，库迪大娘请来了。进来吧。你们两个就在外面候着吧。我家娘子若是要给大长公主作画，只怕是离不开这位子子。娘子只带她一人进去，我在外面候着就好。翠竹随我来。是。琉璃给大长公主请安。大娘不必多礼。每年芙蓉宴，宾客们都搜肠刮肚的给我送礼。字画我是见多了，可大娘这幅水墨花鸟，我最是喜欢。虽说是水墨，可仿佛有了颜色一般。竟不知是怎么作画的。方才大娘进来，我见你这裙上的水芙蓉，竟画得更妙。我命人备好了水墨，大娘可否照着你这裙上的水芙蓉，给我画一幅一模一样的瞧瞧？既是大长公主喜欢，那琉璃就献丑了。翠竹，帮我磨墨。是。子子的裙子怎么弄脏了呀？珊瑚，还不快去拿条新裙子，给你阿紫换上。不必麻烦了。这沾了墨汁的裙子怎还穿得？子子赶紧换下来，妹妹着人给你洗干净了，送回府上去。大娘莫要客气，是我刚才让你给我作画，这才弄脏了裙子。
总不能待会儿让你在所有宾客面前丢脸吧？裙子上沾上墨汁，并不是什么大事。子子绘画这么好，而且大长公主也爱看，子子何不在裙上做出和刚才一样的画，也是相得益彰啊。大长公主既喜欢看琉璃作画，那我便用这裙子上的墨迹，再画上几只点水的蜻蜓，画完了再穿上，倒也是别有一番情趣的。既如此，那倒要开开眼界了。把醒酒汤放下吧。回禀郎君，我不是来送醒酒汤的，我是来替库迪娘子给郎君递话的。库迪娘子，她与我怎么会有话说？我家娘子说了，裴明府今日入宫面圣，是有不得已的缘故。我家娘子担心裴明府的安危，所以想请郎君帮个忙，求郎君一见。留步吧。哎，多日不见子子，珊瑚心里挂念得很。再说这河东公府这么大，我若不送子子出去，只怕子子会迷路。偌大的皇宫，我都不曾走错路，你们河东公府想来还难不住我。哎，子子这般推脱，可是故意让妹妹脸上难堪。我虽嫁入了河东公府，但只是一个应妾，平日里少不得会看那些夫人们的脸色。幸好有子子这层关系，大长公主才高看我一些。你我是亲姊妹，平日里素无往来不说，就连见面了也这般身份，岂不是让河东公府愈发看清了我？走了这么久，你究竟要带我去何处啊？我家娘子就在前面，郎君快些随我来。珊瑚，前面到底是什么去处？阿春带我们走的是近道，穿过这里就到前院了。娘子小心。郎君请看，我家娘子就在那儿。库迪娘子，有何事要说，尽管说来。裴郎君像是喝醉了，娘子小心中计。拦着我做什么？放开！娘子要跟我说话。你可真厉害，来夫君的长辈家做客，居然还撕毁旧情人。亏你还叫我一声子子，竟然能干出这般无耻的事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手啊！翠竹，有人要害你家郎君，还不快去拦着！郎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阿川头，快抓住他！快！你醉了？没喝醉。郎君，你不能过去。找我有事儿。哎呀，松开！拦着我干什么呀？你不能过去，快回去！啊！你们谁不怕被我抽花了脸？不妨过来试试。库迪娘子要我过去，啊，我过去就是。郎君，了不得了，了不得了！哎呀，别拉着我！郎君，走开！你让开行不行？快来人啊！了不得了！这是成何体统啊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在此私会，了不得了！了不得了！了不得了！放手啊！郎君，不是他让我过去说话吗？你们拦着我做甚？郎君不能过去，还不放手！
裴炎兄这酒疯撒的也太远了些，还好我们来得快，不然这笑话便要闹大了。看你回去啊，如何被嫂夫人家法伺候？并非裴炎罪疚失礼啊，方才分明是那个婢女找我，说她这……婢女呢？了不得了，了不得！